这个名字 Ceylon Island 或许对大家有些陌生。位于班塔岩岛附近的这个小岛，经常被列为旅行者跳岛清单的一部分。但若换个称呼，叫它 Virgin Island， 大家顿时会豁然开朗，原来是这座岛。这是我们包的私家船，船的大小，影片中可以看到，除了2名船员，包括船长和小助手，还有我们2位旅客。启程点在马拉帕斯瓜岛南端的海滩，离我们当初住宿的地方相当近，请参考我们频道上的影片。为什么选择包船前往班塔岩岛？主要是为了节省交通时间。打开地图一看，我们目前位于这里。若按照正常的旅行路线，我们需要搭船到宿务的 Maya Port， 再转车，无论是公车还是包车，到 Hagnea Port， 再搭船到班塔岩岛。这样不断换乘，对于只有10几天度假的我们而言，实在太浪费时间。因此，我们决定包下私家船，直接横越海域，跳过陆地的中继。没有，我们现在先去那个处女岛，然后行程完毕之后，可能再加一个点，然后那个点结束之后，我们再去饭店check in，最后是在班塔岩岛。包船横渡的方式并不鲜见，但最大的风险在于天气。当海况不佳时，我们只能在岛上等待，直到天气转好才能启程。当天，船长认为上午的天气适合横越，因此我们在清晨6点左右就登上船，离开马拉帕斯瓜岛。菲律宾有许多岛屿都以 Virgin Island 命名，这个名字听起来典雅，特别是在自然景观方面，命名者希望能在观光上推广，因此有很多岛屿都以 Virgin Island 命名。为什么我们会先在 Virgin Island 停留呢？因为航行途中会经过这座岛，我们无需再从班塔岩岛搭船过来。尽管停留时间有所压缩，因为我们的船长和我们协商，他会载我们到班塔岩岛，然后返回马拉帕斯瓜岛。下午的海况较不稳定，我们听完船长的话，也同意让他们赶快完成工作，所以我们在 Virgin Island 停留1个多小时。不管踏上哪座岛，缴付登岛费是必然之选，金额多寡视岛上基础建设而定。Virgin Island 附近的登岛费相对较高，与 Helantigan Island、Balabid Lagoon 相比。请参考我们频道上的影片，如何在班塔岩岛玩1日跳岛。周边海域的浅水区都适合嬉水，但要注意6月份水域有水母，游玩时需小心避免叮咬。因为这里有提供住宿服务，基础建设也相对完善。在岛上，凡是使用到的桌椅都需要付费，尽管价格不高，租1张桌子方便自己放置物品。如果不想玩水，岛上还有一些地方可以漫游。每个仙人掌都被刻名字。沙滩十分宁静，你可以选择在树下的阴凉处铺上简单的毛巾，躺在上面放空。尽管当天我没有彻底在树下放松或小睡，因为我只有短短的1个小时可以游玩。
这里有一处是高台的跳水区，约有3层楼高。挑战刺激的人会在这排队，一个接着一个跳入海中。他跳这么低哦？你有录到？有。回程途中，我还参观了岛上的住宿和其他设施。Restaurant, convenience store, rent a table, awesome view. Hello? So no one play with you? Just only you? You want to play? I'm not good. I'm not good. So I just watch. Yeah, enjoy. Oh, nice shot. Hello. Hi. Wow. 离开 Virgin Island 的时候，我感受到天气的变化，阳光被云层遮蔽，也吹起阵阵的风，并开始飘着毛毛雨。船长的小助手其实是他的女儿，当天她不用上学，所以陪同爸爸一起工作。尽管她看起来瘦小，却十分灵活，能够熟练地操作竹竿，让船离开浅滩。此时，我们也即将抵达班塔岩岛，因为我们不在码头下船，而是在另一处地方。整个旅程，我们清晨6点出门，并开始移动，到达班塔岩岛已经是中午11点左右。如果你下次也想体验不走陆地，直接横渡的方式，可以考虑和我们一样包下私家船。感谢你的观看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继续收看我们未来发布的影片。